你是演员吗？我是。这个勒得好紧啊！我来到越南中部的顺化市，越南末代王朝的都城所在。它是越南我认为最像一首诗的城市。阮朝古都赋予它厚重的历史，蜿蜒湘江赋予它柔美的底色。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我竟恨自己没有诗人的笔触，将它独一无二的俊美刻画出来。加速传越南第37集，欢迎和我一起沉入湘江河畔这古今交织的绮梦里。护城河。上集影片，阿树游览了越南版的紫禁城，也是越南为数不多的世界文化遗产。它就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皇朝的都城顺化皇城。如果你对越南的近代史感兴趣，或者有来越南旅游的计划，推荐你观看。直接上手了，不戴手套的。What's this? Wow, milk. Hang. OK. 这个人力三轮车跟河内的又不一样了。休息一下，在城门前吃个芒果，现切的。这个2万越南盾大概就4块钱一个。都售这个牛奶。xin chào。OK， 喂。bánh lọc đặc sản Huế。这个我没见过哈。等一下哈，我先。冰块，红豆吗？白色的凉粉，这个是绿豆泥，应该是啊。这个类似于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。OK，Thank you。这里有6种料的哈，2万越南盾。在越南很多地方都有这个，只是它里面的配料。不同地方给的不一样，比如说像沙巴那边，它还会给那个炒花生，会给干蒜。这个是我见过给的最多冰块的，有一半是冰块。这个我是第一次见哦，在越南哦，像是里面包了一个虾仁的感觉哈。那边像是小卷粉啊，撒一些，然后加一点薄脆。再给一点，它就是个个都有啊。再加一点辣椒酱，加一点香菜、辣椒，蘸一点那个黄色的，应该是调味的哈。再放2个这个。这机动性很好啊，生意不好马上转移阵地。这个像珍珠一样的，里面包了椰丝。城管来了，原来越南也有城管的。第一次在越南遇到城管，还是挺好的。这些城管不会没收你的东西，就感觉落荒而逃的感觉。车走了哈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小摊主应该马上就回来了。他们躲到左边那个地方草坪里面了。城管的车还在100米外啊，所以他们也没回来的意思。
就在这里等着，拜拜。越南帽，哎呀，这个勒得好紧啊！接下来的越南之旅，他就是我最好的伙伴了。还给别人，还给你。他们都是发现在1803年到1804年的。这个几百年的一个大炮，我们看一下上面还有这个繁体的汉字。在顺化皇城那期影片，我们有聊到阮氏家族的后人阮福映挥师北上，灭掉了西山朝，建立阮朝，成为阮朝的开国皇帝。那么次年呢，也就是1803年，他就下令筹造9门大型的青铜礼炮。这9门大炮尺寸基本一致，每门大炮约长 5.15 米，重逾10吨，炮身注有用药、发射方法以及参与铸造人员姓名等文字，被视为越南体量最大、工艺价值极高的青铜艺术作品之一。2012年被越南政府认定为国家珍宝。但这9炮呢，主要承担礼仪和象征职能，并非战场常用火器。其放置于午门两侧，主要为了彰显皇朝威仪，守护皇城。到上面看一下，这个也是城墙。我就老感觉越南的古建是保存的是真的好啊，它能不修缮就不修缮。你看，它还原它可能有一些年代感的痕迹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看它这种也很开放的，哇，一抹亮丽的颜色，行走在街上，穿着奥黛的越南妇女，红的、紫的，这是护城河。所以说，阮朝它选址在这个地方，是因为它有2条护城河，一条是天然的，也就是对面的湘江，这个是人工的。你看这种古桥啊。这个桥应该也是有年代了，但是今天它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啊。站在皇城的城墙上，我看到一波一波的越南女士，她们来参观顺化皇城时，习惯穿她们的传统奥黛服饰，或全红，或全紫，或全白。当她们走在路上的时候，路人都忍不住多看一眼，俨然就是皇城之外另一道风景。离开顺化皇城后，我步行约1公里，就来到了顺化的母亲河，也就是眼前的香河。几百年前，它是顺化皇城护城河的水源来源。今天，它是顺化这座城市的点睛之笔。它是一条给人治愈感的小河，因为我每次路过它的时候，它非常柔和的风光都令我的心情十分的平和。而横跨在湘江上的这一条铁桥被称为厂前桥，其名称来源于昔日附近的造钱厂，全长403米，桥面宽6米。它是1897年法国驻越南的驻官委托这个桥梁工程公司设计建造的，据说是由埃菲尔铁塔的作者设计的。在1899年举行奠基典礼，1900年就正式通车。在1904年的时候，香河遭遇大洪水，桥梁严重受损，2年后修复。
在1907年的时候，当时的阮朝皇帝被法国流放至了一个小岛上，那么法属殖民政府该桥更名为克列孟郡桥，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总理乔治·克列孟郡。在1946年越南人民反殖民斗争中，桥梁被炸毁，随后呢，在1953年又修复。此后数十年间，大桥多次遭受严重破坏，局部坍塌，多次进行修复，直到1991年到1995年才进行了一次长期的重建工程。这座桥梁见证了顺化乃至越南中部抗战反殖民斗争的一段历史，可以说是越南争取独立的历史见证者。这里一排10几20艘龙舟，哇，这个地方很好啊。哦，是有一些表演的啊。上到船上来了，船上待会有表演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有2条龙的龙舟啊，有好多风扇，看都是美女演奏的，我用相机拍给你们看。我以为船是一直开着的，发现它只是停在河中央啊，它就没动了。
在越南旅行了一段时间，香江的这个夜晚于我而言最像一首诗，一个清梦。河边的风和天边的云都是淡淡的，它自然地流淌着，用力讨人喜欢它是不会的。岸边的行人和江上的小舟也是轻轻的，就像从前，时间过得很慢。还有放灯，这个祈福的仪式。我就说刚才在河边，我就看到很多穿着奥黛服饰的一个，就是化妆的还挺精致的这个女士啊，就是像赶来上班一样，原来是需要大量的这些演艺人员啊，也就是在上面半个小时左右吧哈，听了6、7首歌吧。新疆 ，I'm from China. China. 中国。Yes. 你好，你好。Coffee, milk. 越南售 coffee。哦，这个岸边坐了很多穿着奥黛服饰的这些还蛮年轻漂亮的女士啊，应该就是在这个船上工作的。Hi, can I take a picture for you? 你是演员吗？我是越南人。我不可能说中文。不知道。我。你在这里工作吗？哦，那你去吧，我晚一点发给你。再见。女孩走的时候一直鞠躬啊，很礼貌啊。如果没有表演的时候，这些演艺人员啊就在船上休息，刷手机啊。等这个坐满了人以后就开船，他们就开始表演。看一下这有多少艘船啊！每个船上有接近10名演艺人员啊，女士的话5、6名，男士的话3、4名，各司其职的。
而在岸边的这一条行人道呢，就是夜市街啊。再往前走一走，就是顺化夜市街，这零零散散的一些小摊在这里，凉风习习的。这是今年第3瓶，这个是离湘江最近的一条主干道，也最多这个度假酒店云集的地方。这个烤红薯这么香，烤焦的那个。这个甜品摊的料好多呀，芋泥吧，然后土豆泥、黄豆泥各种的啊。明天要去岘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阿迪达斯、肯德基，这是酒吧吧？越南传统特色菜到啦，新早 ，Hello， 哦，回来了。在顺化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，那么第2天早上我就搭车前往越南中部最大的城市，拥有最美海岸线的岘港。岘港之于越南，大概深圳之于中国。这是顺化的最高楼 ，Yes， 对面越南国旗飘飘的地方，好像是它的这个市政委员会大楼。这里是越南的一个3大银行之一啊。看一下顺化最高楼的下面的一个购物中心。超市，2楼是卖服装的。在越南的商场里，经常能看到一些儿童的游乐园啊。你看，像这一栋商场就有2个。越南的人口出生率应该是很不错的哈，相比其他老龄化的国家。这个4楼也店不多，就4、5家店，好像只有2家吃的。点楼上的汉堡要等10分钟，我的车快来了，所以我就到楼下点一杯咖啡。15块钱的这小蛋糕是4万越南盾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